7万多块钱买台最便宜的比亚迪电动车啊，海鸥它到底值不值啊？今天讲讲它的优点、缺点以及它的真实续航。这台车是比亚迪最便宜的电动车，价格是从7万3800到8万9800。那我身边这台车呢是武汉首提的比亚迪海鸥7万8800的那一款中配的。首先我们看前脸，前脸这个大灯的话有菱角的，有没有兰博基尼的感觉？中配的是带 LED 灯的，低配的是没有 LED 灯的啊。这个车其实是个小车，但是给我第一感觉就是哪里都大，车子很小，但是车门很大，包括这个把手也大，它的开口也很大。就是感觉那种很实用啊，毫不夸张，它应该是电车界的飞度。车子虽然不长，3.78米，但是它轴距很长啊，达到了2.5米啊，所以它的前弦是非常短的，中间的话是很长，所以它的空间表现是很不错的。它不像它的大哥海豚啊，只有高配才有这个防擦条，这是全系都带这个防擦条的。你像这个级别的车子，底盘偏矮，经常这个门边梁会被擦掉。如果说没有防擦条的话，擦了油漆之后可能就需要补漆。这个防擦条的话，它是耐擦耐刮的，就算擦到了，只用换这个防擦条就可以了，减少这个维修成本啊。我觉得这种小车加这个防擦条，我觉得挺好的啊。屁股的话，我们刚刚在开的时候，以及车主也有反映啊，过检测带的时候，这个车门这里面稍微有点响声啊，我不知道是个例还是这个通例啊。后备箱的话，放2个21寸的箱子是没问题的。我有点要吐槽的，就是这个后备箱的后排这个，后排它是放不平的。我觉得如果说能放平会更好啊。OK， 我们现在来到车内啊，车内的话整体的感受还是跟海豚是很像的，灰蓝相间的颜色，很有小清新的这种感觉。哦，配置这一块的话，中配的配置真的挺高的啊，它是带车窗防夹手的，还有无线充电，包括外面的铁轮毂啊，还有一大灯啊。这些配置贵了5000块钱，那我觉得这5000块钱很值，所以大家千万不要买最低配，最低配的话，这些配置真的太 low 了啊。第二个的话就是千万不要买最高配，加1万块钱可以买更高级别车子，包括可以买它大哥比亚迪秦，我觉得那更相信嘛，是不是？这边是一个10.1寸的一个旋转屏啊。说到这个屏的话，我不得不夸一下这里面一个功能啊，这里可以看到本次的行程、本次的时间和这个耗电的电量和这个费用，然后它能分析你的驾驶行为。然后这边的话可以看到你的车辆的健康状态，比如说需要维修、需要保养或者有故障灯呢，这里就会显示啊。所以这一块的话，我觉得挺不错的啊。虽然这个功能很实用啊，但是我们刚刚试验的时候熄了个火，然后这边的本次里程啊、时长啊、耗电都没了。我觉得这一块应该设置一个手动的，我觉得以后的 OTA 升级应该会把这个改进一下，我建议改进一下。然后要说一说的，现在的小车可能为了设计或者为了一些成本一些原因，导致这个出风口为什么这么小，看到没有？这个温度必须要调到最低，要不然的话很难受。出风口这边的话是一个无线充电，我换了2个手机在这充电，就是一直没有充上，甚至在掉电啊。我刚刚是80%嘛，到现在充了79%了，越充电越低，这很尴尬是吧？第二的话，这个垫子是不防滑的啊。OK， 感受一下后排，因为这个车是纯电平台啊，所以它后排的话是很平的，没有凸起。你看腿部空间一拳一指，头部空间的话刚好挨到了啊，所以基本上我能做的话，大部分兄弟应该可以做。OK， 开起来给大家感受一下。给大家讲讲这个驾驶起来感受啊。虽然第一块这个动力这块的话就没得说了，电动车就不谈动力了，基本上动力随叫随到。在高速的话，这个车可以跑到120哦，但是120的话很发飘啊。所以我今天跑高速的话，大概就跑到180左右在跑啊。在高速的话，我们开的是100的定速巡航啊，但是它总是在99、100在跳。电车可能电源键会更灵敏一些吧。这么快的速度下，相差个1到2应该是正常的啊。然后这个车的视野，前挡这一块，发现视野特别好啊，基本看不到车头，看到的都是这个地。第三个就是这个车的隔音哈，我想吐槽隔音的时候，我一想这个价格就7万多块钱的话，我就憋回去了，就不想说了啊。导航小胡说车，想导航去哪里？小胡说车自营店。导航到小胡说车自营店。说了一个文字，我猜不到你的意思呢。感觉不太聪明的样。导航小胡说车自营店。是这个吗？是的。小迪使劲听，也没听到新指示。这辆车静态的、动态的都体验完的，最后就是续航啊。官方续航是305公里啊，实际上的话，我们是跑了207公里，总共是打了6.79折。兄弟们，你们觉得这个续航怎么样啊？7万3800，你们是买比亚迪海鸥呢，还是买500果呢？打屏幕下方。OK， 咱们下期再见了啊。